看到这熟悉的地方，就知道又要飞啦。这次要去好久没去的北海道，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搭星宇，飞北海道的票价都可以飞美国了。我现在要开始在机场等人了，因为某缘故，所以我们没有搭同时间的航班。还好新千岁机场很好逛，像现在看到的哆啦 A 梦空中乐园，喜欢哆啦 A 梦的不要错过。还有专门卖巧克力的 Royce， 买了一个听说是招牌的巧克力面包吃看看。还有来北海道一定要吃的冰淇淋。我总算到了。下飞机经过牛奶大，来北海道就是要把牛奶当水喝，去调高级。加油！这里面也超多吃的，有什么海胆饭啊、寿司之类。刚刚有个拉面的，然后我们要来吃的是汤咖喱。哎，好像就这个啊 ，La V， 好像到了这里。什么汤咖喱哦 ，original 原味的。香料味蛮重的。这种应该就这样吧。汤咖喱，就是好像没有对我的胃。看吧，我就跟你说吧，我也没有爱。椰香、椰奶、coconut 味，有比较爱吗？比较好吃。比较好吃。屁啊，那个就你的。好啦，那给你了。好哦。汤咖喱了。好 ，OK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我们今晚住的是金王广场饭店，一间很温馨的房间，温馨又干净，喜欢吗？这一晚要多少钱呢？答。哦，2个晚上6000多吧。一晚差不多3000，还行啦。12月初造访札幌街头，已经满满的圣诞灯饰。这条就是札幌车站，一出来前面那条道路，直走就可以到大通公园跟博野。这时候突然开始下雪了。下雪了，下雪了！点点。我看到下面
我想看到你说的老 K 了，在那边。对啊，那就是那个啊，再坐一站啊。那我们这里是大同站。大同公园，你看人超多的，应该都是在看这些东西。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塔，那个塔是什么？札幌电视塔还是什么的电视塔，我也忘。有点像新北耶诞城，但是是漂亮100倍版本。札幌耶诞城。对，然后除了这边，然后后面一整片也是，那个绿绿的那里。札幌白色灯束节通常从11月下旬就会开始，一直到圣诞节，可以来感受满满圣诞气氛。札幌是北海道第1大城，同时也是日本第5大城市。北海道有将近40%的人口都居住在札幌，是北海道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核心。有人说没有跟这合照，就等于没来过札幌。而且你看现在有多冷，才感觉好臭哦！0度而已，屁啦！0度而已，整个冷爆，耳朵应该超红红的，超红的，好吧？见到老 K 了。下雪了！下雪了！第一天的宵夜是麦当劳，然后我们点的那个巧克力派，那还有它新的那个咖喱奶油摇摇薯条，这边在老 K 哦，老 K 这对面，吃宵夜可以来这边，超好。吃完宵夜，我们就坐计程车回旅馆啦。这时已经要11点了。然后悲伤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我们回到饭店后，发现刚买不到1周的 iPhone 16 Pro 不见了。马上冲回麦当劳，以为掉在那。后来用寻找 App 发现位置，一直动来动去，才意识到掉在计程车上了。不论怎么打电话，或是用 App 让手机发出声音，司机都没有接电话。去了警局报案。折腾了1-2个小时，到半夜2点多也没有结果，只能拖着疲累的身体跟极差的心情回饭店。这时还给我下大雪，差点被冷死。最后想到用日文在遗失的 iPhone 上写着我们住在哪个饭店，请他有空时可以送回来。就这样半梦半醒，一直想着明天该怎么做比较好。继续行程，继续找 iPhone， 还是直接再买一只？早上6点醒来时，再次看下手机位置，发现就在饭店，整个惊醒。感谢这位司机送回柜台了，超级感动。Hello， 我现在要去那个小樽运河，然后还有哈密瓜。哈密瓜嘞？哈密瓜什么啊？哈密瓜冰哦。白天的札幌车站，现在4度，还好，觉得没有很冷。虽然嘴巴这样讲，但是还是穿很多。对你，来你走，看你穿多少。等等。现在要坐11点半的车到小樽 Otaru。昨天晚上呢，因为掉 iPhone 事件，根本没什么睡，所以很晚才起床，还是要睡饱一点才有力气玩。要坐车的还蛮多的耶。我们现在在前往小樽的特快车上。请问我们要坐多久？40分钟哦。
然后出站就到了，还是要再走很久？好哟，好哟。到小樽了。每次来小樽车站，都觉得它很有独特的味道。到小樽了。我们现在在小樽的三角寺，里面有很多海鲜豆。哦，对，这可以买麝香葡萄，便宜哦。等下要买。等一下，哈密瓜。哈密瓜贵咯。我们要去吃龙坡食堂。King Crab 超大只。这里面很多这种生鱼冻饭，然后也有直接卖海产的。哦，一个王的。经过昨天晚的波折，总算吃了今天早上的第一餐了。这间是三角形堂里面最有名的餐厅，然后叫龙坡食堂。那我们也是排队排了1个多小时。记得一定要先填写那个后队的资料，然后在食堂边排队，他会叫你的号码，他会叫你的名字，然后你就先点。点完之后，他会跟你讲一个大约的时间，你再回来等。他不会打电话，一定要记得回来，在他讲的时间内。然后我点的是4品的。我们其实呢，因为这间要等很久，那我们刚刚已经比较过1轮餐厅了，有些就是有偷料的疑虑，然后有些真的是贵到2倍。那这间就是算是非常值得等的啦，价格都不错。那我们就来吃看看好不好吃呢？我的是3品，有鲑鱼、鲑鱼卵还有海胆，它的多了蟹肉。好吃归好吃，但旅游时间宝贵，下次可能吃别家了。超大颗，饭没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的，你的味道。你都好浮夸。这条是小樽站出来前面的中央通，走到底大约10分钟就可以到小樽运河。走大概一半时，会看到这个旧手工线，以前主要是用来运送煤炭与海鲜的铁路。再往前走，就可以来到小樽最著名的景点小樽运河。1923年完工的运河，最初是为了让小型船只从大船上运输货物而建造的。1986年完成了它的使命后，部分被填埋并改造成了现在的散步道。也可以选择搭乘运河游船，从水上欣赏两岸风光，大约40分钟。哈密瓜冰 Popula Form 位于小樽运河附近的出拔小路，逛完运河后，来到对面吃这个刚刚好。
小镇运河的那个出国的小镇，1楼有卖这个哈密瓜冰淇淋。然后来北海道省到的就是牛奶嘛、哈密瓜跟什么帝王蟹哦，还有汤咖喱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喝了牛奶，然后汤咖喱吃了，帝王蟹海奶，然后现在吃的哈密瓜，浓郁，好吃耶！怎么能满足啊？沿着界厅通逛，还会遇到了套总店，里面有内用区，可以在此吃甜点，喝个咖啡，补充体力，再继续玩。冬天的小樽才下午4点就日落了，都来到北海道了，当然一定要去六花亭，买我爱吃的莱姆葡萄饼干，就是这个啦，没吃过的真的要吃看看大推，自己吃就买这枚包装得即可，还有这类综合大礼包，六花亭好物一次满足。我们现在要去天狗山看夜景，这是北海道的3大夜景之一。这次价格好像涨价了，跟网络上看到的价格不一样。算了，管他的，都来了就给他去了吧。噔噔 ，Let's go。天狗山夜景与函馆山、札幌早岩山夜景合称为北海道3大夜景。搭乘天狗山缆车上山，只需约4分钟即可抵达山顶。我们回到札幌啦。周日，好多拉面店都没开，然后又快10点了，只有这个有开。晚餐拉面终于来了，然后它的是好像吃了有玉米的，还有 butter， 对，奶油的。昨天掉手机一夜没睡好，加上今天玩好玩满1整天，真的累爆。明天就要出发往道东前进，我们下集再见。